大家好，欢迎来到听书学史。保持青春的秘诀在于自主神经的平衡。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的是顺天堂大学医学部教授小林宏信先生所著的《最终自主神经能解决一切》一书。最近，自主神经在健康领域备受瞩目，大家真的了解它吗？自主神经的作用是什么？为什么它会如此重要？又该如何调节呢？如果不明白这些，仅仅知道自主神经很重要是没有意义的。举个例子，当自主神经得到调节，血液循环会得到改善，营养和氧气能够更有效地输送到全身细胞，同时有害物质的回收功能也会增强，从而有效预防衰老。您知道皮肤光滑亮丽的秘密就在于此吗？确实，保持青春的秘诀就是自主神经的平衡。此外，自主神经与身心的不适和疾病的发生有密切关系。当长时间睡眠不足之后时，首先受到影响的就是自主神经。各种身体不适和行动力下降的原因在于自主神经的失调。此外，许多女性饱受的更年期障碍也被认为是自主神经失调引起的症状之一。更年期障碍严重的人，可能是因为自主神经紊乱到了极点。了解和调节自主神经，才能真正掌握健康和青春的秘诀。进一步来说，大家所畏惧的癌症，其增殖和转移也与自主神经息息相关。据研究表明，交感神经的过度活跃会促进癌症的发展，而副交感神经的活跃则有助于抑制癌症的扩散。实际上，通过调节自主神经来抑制癌症的新疗法正在不断研究和探索中。这表明自主神经与我们的健康密切相关。听到这里，你一定很想知道如何调节自主神经吧？小林教授在过去的20年里一直致力于自主神经的研究，并充满信心地撰写了这本书。本书详细介绍了通过调整生活方式来促进自主神经健康的方法。希望大家通过今天的视频和这本书深入了解如何保持自主神经的平衡。接下来，我们将介绍本书的3个重要部分。第一，早晨醒来精神焕发，促进自主神经健康的神奇饮食。第二，结合自噬机制的1日3餐，快速调节自主神经的神奇生活习惯。第三，自主神经容易紊乱的年龄，避免紊乱需要注意的事项。每一部分都包含非常重要的内容，请务必看到最后。现在我们马上开始吧。第一部分，早晨醒来精神焕发，促进自主神经健康的神奇饮食。首先，我们来谈谈如何迅速调节自主神经，特别是通过饮食来实现这一目标。我们将重点介绍如何通过饮食来调整自主神经。最关键的是，肠道在调节自主神经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可以说，自主神经的平衡取决于肠道的状态。自主神经和肠道的关系就像恋人一样，肠道的状态不好，自主神经也会受到影响。反之亦然，两者的健康密切相关。肠道的活动主要由自主神经控制，我们并不会有意识地控制消化过程或排便，肠道会自动运作，这一切都是由自主神经在背后指挥。因此，如果自主神经不平衡，肠道也无法正常运作。此外，自主神经与血液循环也有紧密联系，而促进血液循环的重要器官之一就是肠道。肠道健康与自主神经的平衡是相互影响的。那么，有没有一种神奇的方法可以同时调节这两者呢？答案是有的。每天早上起床后先喝1杯水，这一做法不仅能刺激肠道活动，因为肠道受副交感神经支配，刺激肠道就等于刺激副交感神经。肠道活动不良的一个原因就是副交感神经功能减弱。早上喝1杯水不仅能促进肠道活动，还能在交感神经活跃时防止副交感神经功能过度降低。当然，喝水还有助于缓解便秘，因此建议大家养成早上喝1杯水的习惯。让我们一起调节自主神经和肠道的健康吧。那么，仅仅靠每天1杯水的习惯，就能让观看这个视频的人都拥有一个完美健康的肠道吗？答案是否定的。虽然每天早上喝1杯水对身体有益，但如果每天吃很多个汉堡包或高脂肪的牛排，
肠道环境还是不会变得完美。为了调节肠道环境，我们需要合理的饮食。有趣的是，研究发现，肠道环境因地域而异。首先，让我们了解一下日本人的饮食习惯和肠道环境。众所周知，自明治维新以来，日本的饮食受到了西方饮食的影响。战后，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以小麦为主食，取代了传统的米饭。最近，作者听说有些年轻人甚至只吃面包，这真是不可取的。如果继续这种西化的饮食方式，珍贵的长寿基因和肠道环境可能会受到严重影响。这不是危言耸听。研究表明，日本人拥有独特的肠道菌群，这也是他们长寿的一个重要因素。正如大家所知，日本是世界上最长寿的国家之一。日本人因其独特的肠道微生物环境而较少肥胖，这一点是众所周知的。据说这种环境对肥胖有显著影响。早稻田大学的研究表明，日本人的肠道微生物具有以下特征：一、碳水化合物和氨基酸代谢功能丰富，但细胞运动性和复制修复功能较少；二、在其他国家，氢气主要用于甲烷生成，而日本人则主要用于醋酸生成；四、对红枣和裙带菜的酶基因分解能力在日本人中约占90%，而在其他国家不到15%。综上所述，日本人的饮食习惯是导致他们较少肥胖且长寿的原因之一。海外人士要想通过突然转向日本食物来调整成为日本人的肠道环境是相当困难的，因为日本饮食并不适合所有人的肠道环境。当然，日常饮食会影响肠道环境的变化，但遗传对肠道环境的影响并不如饮食习惯显著。例如，家庭成员肥胖的情况通常不是由遗传原因引起，而更可能是由于相似的饮食习惯导致肠道微生物朝不良方向发展。因此，肠道环境会受到良好环境的影响。这意味着，如果日本人每天只吃汉堡包、披萨和咖喱面包这些养分不均衡的食物，会发生什么呢？日本人特有的有助于长寿的肠道特性可能就会因此而失去。在海外，日本料理被称为健康的超级食品，是一些关注健康、富裕人群的选择。此外，让我们特别关注一下对肠道有益的日本食物。有两种类型的肠道友好食品，第一种是发酵食品。发酵食品富含乳酸菌，这些乳酸菌进入肠道后，有助于抑制有害菌的生长。具体来说，像是纳豆、味噌、酱油、糠渍等都是很好的选择。第二种是食物纤维，食物纤维有助于促进肠道蠕动，保持肠道通畅，从而调整肠内环境。例如，小仓红薯、芋头、荞麦、胡萝卜、豆类和糙米都富含丰富的食物纤维。因此，请大家在选择食物时，尽量多摄取这些有助于肠道健康的食品。那么看到这里，我们可以得出几个结论：发酵食品、膳食纤维以及日本传统饮食对健康至关重要。确实，被誉为超级料理的味噌汤可能有些牵强，但在这本书中，味噌汤被介绍为一种非常有效的料理方式，不仅易于准备，而且不容易让人感到厌倦，是一种便于长期坚持的健康食品。此外，书中还详细介绍了制作长寿味噌汤的关键要点和所需材料，包括80克赤味噌、80克白味噌、150克切碎的洋葱和1大匙苹果醋等。赤味噌富含能增强抗氧化力的黑褐素，白味噌则富含有助于减轻压力的高巴。切碎的洋葱富含有解毒作用的大蒜素和胡皮素。苹果醋含有高效的钾元素，有助于排出体内多余的盐分。将这些最强的4种材料混合制作成味噌浴，每天喝上1碗味噌汤。此外，这种味噌浴可以冷冻保存，也可以根据口味调整汤的浓淡。如果在味噌汤中加入山药、香菇、胡萝卜等发酵食品，可以摄取丰富的膳食纤维，有助于维护肠道健康。另外，味噌不仅仅适用于味噌汤，还可以用作炒菜的调味料，或者与米饭和面条一同享用。利用这种简便便利的味噌浴，可以轻松制作出健康美味的料理。现在，关于这一点，首先要意识到需要认真调整肠道环境。第二部分，结合自噬机制的一日3餐，
快速调节自主神经的神奇生活习惯。食物对于调整我们的自律神经至关重要，但生活习惯同样重要。如果仅仅靠饮食调整而忽视了良好的生活习惯，比如不良的睡眠习惯或日夜颠倒，那么这些努力也是白费的。因此，从这里开始，我希望能够给大家带来自律神经迅速调整的魔法生活习惯。首先，我想要解释的是，睡眠确保适当的睡眠时间非常重要。为了调整自律神经，首先要认识到早睡早起的睡眠习惯至关重要。一旦养成这种习惯，生活会变得轻松许多，即使是稍微的改进也是值得的。比如每晚早睡10分钟或15分钟，现代人很容易因熬夜而陷入睡眠不足的困境。因此，无论是提前1分钟还是10秒钟，尽量早点上床睡觉。如果能比昨天早10分钟入睡，不妨给自己一点奖励。通过调整睡眠习惯，可以有效改善这种状况。每天固定的起床时间也非常关键。人类自古以来就习惯随着太阳的运行节律生活，早睡早起有助于维持自律神经的正常功能。因此，保持早起的规律性，每天早晨起床时充分接受晨光照射，对调节自律神经非常有益。即使是深夜回家，也应在凌晨3点入睡后，早上8点起床，并享受晨光的沐浴。对于那些因夜班或不规律工作而不得不在早晨或中午休息的人来说，保持高质量的睡眠更为重要。可以通过使用遮光窗帘来保证良好的睡眠环境。此外，为了提高睡眠质量，还可以尝试放松音乐、有助于入睡的香气以及沉浸式阅读等方式，来增强副交感神经的活动。按照上面所说的仪式化的方法尝试后，效果会出奇的好。每天睡前做同样的事情很重要，这样可以向大脑传达现在是睡眠时间。如果您从未尝试过这样的仪式，强烈建议您试一试。此外，我知道有些人因为工作繁忙而经常无法获得足够的睡眠，长期的睡眠不足会困扰他们。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每周有1天，也请尽量设定一个专门的睡眠日。良好的睡眠对于调节自律神经来说是极其重要的因素之一。每个人都应该知道，能够愉快地睡上一觉是多么令人放松的事情。如果您持续睡眠不足，并且继续工作或学习，自律神经会受到严重干扰，最终会影响您的身体表现。如果决定今天是睡眠日，不仅仅是晚上，从白天就开始准备。比如适度的白天运动是个好主意，因为运动会产生血清素，有助于生成晚上入睡所需的褪黑素，帮助您顺利入眠。此外，如果今天设定为睡眠日，晚上尽量避免工作、邮件查看等活动，尽量不要暴露于蓝光。意识到这一点也很重要。接下来，让我们谈谈与饮食有关的内容。虽然食物和进食时间也与自律神经有关，请注意这方面的调整。如果您希望调整自律神经，食物不仅仅是内容，还有进食时间。有人说1天2餐比较好，也有人说1餐足够。各种说法都有，但从调整自律神经的角度来看，作者认为1天3餐是最佳选择。我个人大部分时间是1天只吃2餐。作者所谓1天3餐最佳，并不是说一定要吃的很多，而是要把1天所需的营养分成3次来摄取。这种分次摄取非常重要，因为关键在于让肠道始终保持一定的运动速度，这对调整自律神经至关重要。可以通过吃早餐让副交感神经保持在适当水平，即使时间不够，也可以选择香蕉和酸奶这样的组合，确保每天都吃早餐。有些人早晨确实很忙，只能喝水或者摄取少量食物。有人空腹时会感到烦躁，这其实是自主神经失调的表现。反过来，吃得过饱也会感到困倦，影响工作或学习效率。因此，适量、定时的进食非常重要，这样可以促进肠道正常运作，帮助自主神经保持平衡。说到1天3餐，如何调节自主神经？可能有人会说，空腹时间激活自噬作用的16小时进食去哪了？想要1天吃3餐，但是看了您的频道，想变得更健康，所以进食16小时，可能会听到这样的声音：
进食16小时当然也很重要，我本人也是进食16小时的实践者。但是如果进食16小时不适合您，导致空腹时感到烦躁或者觉得身体状况不佳，建议尝试1天3餐来调整自主神经。也许会有人说，那您就得不到自噬的效果，还有健康长寿和延缓衰老的效果了。但这也没关系，毕竟以前关于长寿基因及所谓的 SIR2 基因的实验，是用著名的红毛猿进行的实验，显示通过卡路里限制而不是16小时进食来激活 SIR2 基因，从而激活自噬。这项研究证实，通过这种方式，大多数个体可以活到相当于人类年龄120岁左右。更容易实践的方法是意识到食物卡路里的1/3到1/4的限制，这可以帮助调整自主神经并获得健康长寿的效果。然而，要意识到这种限制是非常困难和不易持久的，这也是为什么16小时进食变得流行的原因之一。最佳的做法是每天进行3餐，并控制卡路里摄入，偶尔进行进食。这种饮食节奏不仅可以调整自主神经，还能获得自噬效果，是最强大的饮食方式。根据实践和持续性考虑，如果自主神经失调，可以尝试适度的3餐；如果自主神经较为正常，可以尝试16小时进食来促进自噬效果。此外，无论是16小时进食还是每天3餐，都应重视在睡前3小时结束晚餐，因为肠道大约需要3小时来消化食物，晚餐后立即入睡会干扰消化过程，使得获得高质量的睡眠变得困难。关于调节自主神经的习惯，我们已经讨论了睡眠和饮食，您觉得实践起来可能有些困难吧？改变生活习惯如睡眠和饮食确实需要相当的能量，而且在每天疲惫的工作后可能不太容易实践。现在我来告诉您更简单的方法来调节自主神经，那就是通过呼吸。我们大部分时间都在无意识的呼吸，但我们也可以有意识的控制呼吸。这是唯一一种我们可以通过意识来调整的自主神经支配的器官。例如，我们无法通过意志力让肠道或心脏更快地运转，但我们可以控制呼吸。通过有效的调整呼吸，我们可以控制自主神经的活动。呼吸的方式是这样的：如果交感神经处于主导地位，呼吸会变得浅而快；反之，如果副交感神经处于主导地位，呼吸则会变得深而缓慢。如果您晚上难以入睡，可以留意一下呼吸是否处于交感神经主导状态。同样，如果早上感到精神不振，也可以通过调整呼吸来改善。此外，长寿呼吸法也是调整自主神经的有效方法。现在我简单介绍一下长寿呼吸法的基本步骤：从鼻子吸气持续3秒钟，然后从口中缓慢呼气6秒钟，维持这样的1:2的呼吸节奏。在做这个呼吸法时，您可以采取以下动作：站立时，两脚与肩同宽，放松肩膀，双手放在腰两侧，轻轻抓住肋骨下方，然后鼻子吸气3秒，放松手臂力量，从口中慢慢呼气6秒，同时轻轻刺激腹部。每天多次进行这样的呼吸练习，有助于自然地调整自主神经。接下来，我将介绍一些能够在晚上睡前促进副交感神经的姿势，帮助睡眠的呼吸法。站立时，将两脚与肩同宽，伸展直立，双手上举交叉手腕，从鼻子吸气3秒，然后迅速放松，双手下降，从口中慢慢呼气6秒。反复进行这个动作，可以适度的放松全身，适合作为睡前的习惯。通过了解这些调整自主神经的呼吸方法，可以在自主神经失调时采取措施。建议日常生活中注重呼吸，逐渐形成习惯。此外，还有一些应用技巧的呼吸法，虽不常用，但能迅速缓解紧张情绪，就像魔法般有效。这种呼吸法已经被作者实践证明，在指导运动员和艺术家等领域非常实用。坐在椅子上，挺直背脊，双手交叉抱拥身体，闭眼或者睁眼，从鼻子吸气3秒，然后从口中缓慢呼气6秒。重复这个动作约10次，仅需2分钟，可以迅速激活副交感神经，减轻紧张和焦虑。这种方法在面对压力情况下同样有效，建议大家都尝试一下。
接下来第3部分，自主神经容易紊乱的年龄，避免紊乱需要注意的事项。我们将解释为什么需要调整自律神经，以及自律神经到底是什么。自律神经可以说是您体内自动调节至最佳状态的功能，就像最新款的空调一样，只需设定好温度，它便能自动调节风力强弱，以保持设定的温度。这种功能正是自律神经所具备的特性。这种便利的功能自古以来便内置在人类身上。自律神经由交感神经和副交感神经组成。交感神经使身体保持活跃，而副交感神经则起到放松身体的作用。可以用车辆的油门和刹车来类比，这个比喻非常贴切。如果油门或刹车失灵驾驶会有问题，自律神经也同样如此。交感神经和副交感神经的平衡至关重要。当然，根据不同的时间段，交感神经有时会占据主导地位，而副交感神经则有时会占据主导地位。大家都知道，白天交感神经占优势，使身体保持活跃；夜晚副交感神经占优势，使身体得以放松。这种状态显示自律神经正常运作。据说，控制交感神经和副交感神经之间交替的开关是时钟基因。时钟基因是我们天生具备的一种调节生理节奏的生物钟，大约每24小时与地球时间同步。如果能保持时钟基因正常运转，自律神经也会自然调整良好。保持时钟基因正常运作的关键有2点：每天固定时间起床，并立即接触晨光。尤其是不要忽略早餐，这2点中尤为重要的是早晨的习惯。因为晨光和充足的早餐有助于重置时钟基因，保持其正常运作。相反，可能会影响自律神经功能的因素是什么呢？其中代表性的因素是变化。自律神经本来就对变化不太擅长，因此在搬家、调动到新部门、结婚、开始新生活等重大变化时，很容易出现失调。尽管这些变化无法避免，但我们可以通过意识到这些变化后，更加努力地调整生活，减少对自律神经的损害。此外，温度变化对自律神经也非常有影响，特别是在现代春夏季节的温度变化容易影响自律神经的稳定，因此需要特别注意和调节。另外，愤怒等情绪也会影响自律神经的平衡，短期内情绪激动往往会带来负面影响。从自律神经的角度来看，这也是正确的。愤怒会强烈刺激交感神经，换句话说，整天愤怒的人，交感神经一直处于主导状态，可能最终会打乱睡眠节奏，导致自律神经失调的可能性。容易生气或频繁发怒的人，交感神经可能会过度活跃，从而导致自律神经失衡。为了保持自律神经良好状态，作者认为首要的是尽量不要生气。然而，人类作为情感动物，有时难免会感到愤怒。这时，首先要做深呼吸，然后反思为什么此刻会生气，是否有内心的不安或其他问题。通过这样的思考，通常能逐渐平息愤怒情绪。此外，如果感觉情绪激动，可以尝试放慢说话速度，缓慢行动，有助于调节自律神经。因为快速的动作和急躁会刺激交感神经，而缓慢的动作和深呼吸则会刺激副交感神经。另外，当情绪愤怒或即将失控时，建议暂时保持沉默，并做一些重复性的简单任务，比如上下楼梯或洗碗，这有助于冷静下来。特别是在家庭内部，比如夫妻吵架时，洗碗是一种推荐的方法。根据佛罗里达中立大学的实验，研究者让2组人分别阅读只有洗碗步骤的指示和带有情感投入的洗碗指导后，后者更能够有效地控制情绪激动。据说这种方法可以通过洗碗使自己的情绪得到有效的平复。设定自己不受时间和情绪波动的影响，例如保持我很棒的心态，并结合洗碗，可以有效控制愤怒情绪，使自主神经恢复正常。同时，让厨房保持整洁，这确实是一举两得的方法，请务必尝试。另外，自主神经失调的不可避免因素之一是年龄。尽管个体差异可能存在，但通常男性从30多岁开始，女性从40多岁开始，副交感神经会突然下降。
与此同时，交感神经并不会急剧下降，可能导致焦虑、失眠等问题。因此，通过采用促进副交感神经的生活和饮食习惯，可以克服年龄带来的愤怒、失眠和自主神经紊乱。今天我们介绍的深呼吸和饮食节奏等方法都有助于刺激副交感神经，建议您将它们融入日常生活中。您觉得如何呢？现代社会中，由于社交媒体依赖、远程工作压力和睡眠障碍等问题，导致自主神经失调的人群逐渐增多。如果您感觉身体状态不佳，也请务必试试今天视频和本书中介绍的方法来调整自主神经。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记得点赞、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在下次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书籍。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下期再见。